如果我说0号特工才是全剧含金量最高的男人，相信吗？好久不见，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在子最新一集的拉片评析。在原本的计划中，我近期应该更新的是 OP2 印象，而非最新剧情的解析。但考虑到新阶段第一章是不是末的预知梦，剧中还没有完全说死，因此我想观望多2-3集再定夺。那么事不宜迟，就请与我们一同进入二度情吧。首先是第一幕，寇的高层提醒 No.3 该有所行动了，不能让他再这样为所欲为。对，单看这段情节，观众下意识会认为高层口中的他是指 No.7， 可实则并非如此。Zero，对，就哪怕不知道下集会怎样展开都好，很关键的一点在于，高层直接绕过 Zero 给 No.3 下达了指示。对啊，你把 Zero 除掉，你就是老大了。对，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在呼应 OP2 的这段情节。对，而目前不好判断的更多是画面中跳出的黑猫究竟是 Code 高层的真身，还是 Code 的一个象征了。毕竟 Code 的标志里就有着半边猫脸嘛。哦，也对，可以。接下来是莫给养父母扫墓那段，我想聊的第一个点在于，哪怕将开头莫提水桶的分镜给摘掉，直接以莫双手合十来打头阵，这段情节依旧是能成立的。但上库内还是选择了以莫提水桶开头，这样观众才能 get 到莫在拜祭前有先清洗浇灌了万金家的墓碑。这一环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在传统上，该项仪式默认是由直系亲属负责的。单凭这一个镜头，便足以让观众体会到莫对父母的态度了。再结合前2集的展开，这整段情节既呼应了莫从中意识到与父母以及美浪作为家人共度的时光并非虚假，也是父母曾用深厚的爱对待过莫的最好证明。然后这集最后直接质问：你配当父亲吗？反观是吧？关于这段，我想再稍微拓展一下。考虑到剧中已明确提到万金家父母意外身亡的节点在2021年4月或以前，林梦被车撞的节点则在21年3月以后，我真的很难不把这2件事情联系在一起。那站在我的视角呢，是某人的某项计划在秘密推动中，进而策划了万金家父母的意外身亡，并且让林梦被车撞，亦或者让德 Lady 将林梦给掳走了，以便他将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重点就在于21年这个时间点肯定是有鬼的啊。另一旁各位已经忘记，我多提一嘴，小樱贤正从精英部门调到怪事课的节点是2022年4月。对，这里我先将话题绕回万金家父母本身。基于刚刚的分析，万金家父母意外身亡，并不等同于饰演万金家父母的人就真的死了。换言之，他们或许还有正式登场的机会。对，但在我看来哈，如果让他俩在现如今这种事态仍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登场，可能也就意味着创作者们有拿他们开刀的打算了。与其这样，我宁可他们永远不要再登场为好。但如果顺着这点延展下去，同样会衍生出明明父母就没死，为什么不来看我一眼等问题。这个事情至少对于美浪而言是挺残酷的。具体这部分会怎么延展，就看看创作者们是否有预留讲述万金家父母相关情节的篇幅了。那最好的情况下，自然是等事态完全解决后，再让美浪与父母团聚咯。是的。以此，我想再多聊一点。剧中的21年4月之后，万金家兄妹才从老宅搬到了如今住来的房子里。这也意味着莫衣柜后方的 Jet Room 或许并不是因为梦的关系才凭空出现在了现实之中。懂了，Jet Room 挖好了，让他们搬到这个房里面去。对，只等某个时机，莫去揭开那扇门，让他以为 Jet Room 是凭空出现的就好。类似的话题都集中在了第30集的直播讨论里。考虑到近期一直没有更新，我决定将那期录播限时免费7天，感兴趣的观众不妨等看完这期视频后去补。到了莫和 Zero 擦肩而过这段，莫是回头看了眼 Zero 的，我有点好奇各位会怎么理解这个行为。阿苦好像是没有见过 Zero 的样子的，莫小时候不是见过 Zero 一次吗？这倒是。不过通过莫在看到这段回忆时的反应判断，他脑子里这段相关记忆也被消除了。对，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Zero 了？我讲点比较扯的东西啊，就是冥冥之中亲子之间是有一种磁场的。他是感觉到了一点东西，对就是血脉的呼应啊！你们这个想法很错误。紧接着来到 Zero 不敢去碰莫的肩膀那段，这里其中一个细节在于 Zero 没有像在过往剧集那样戴着手套。你们知道这中间的差异在哪吗？戴手套的时候是司令官，对，没戴也就意味着他是以私人的身份过来的，不管是为了调研死者还是与莫会面都好。而关于他不敢碰莫的肩膀这个行为，单看表面，我们完全可以解读成 Zero 即将要把和 Code 决裂的 No.7 赶上绝路，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不是上下级关系了。那么 Zero 也就失去了做这种动作的资格。但如果往深一层，你们会怎么想呢？
像触碰你，我却不敢。对有，看《钢之炼金术士》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艾德睡着的时候，昆海姆想要摸他的头，但是他手架在那儿，摸不下最后没去。摸呀，到死都没摸啊。啊，就作为一个父亲忍不住，但是自己至今为止对他们两兄弟的所作所为又不配去摸。对，因此我想再聊聊招品屋在很早期就有发现的 J 罗在第2集让莫骑在自己身上，非常像是父亲在陪儿子做亲子互动这个情节。只能说我们过往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对，特别是我们早期就一直有在说 Zero 在陪莫玩间谍过家家。对，顺带一提哈，这集播出后，日区那边关于过往这段情节以及超战斗 DVD 里莫和 Zero 类似的互动的讨论也成了热门话题。除此之外，我还发现随着 Zero 和莫的父子关系揭晓，总算有人开始讨论莫的生母有没有可能就是寇德口中那个复制体的本体了。终于在外网看到了。你们超车这事儿也不是1次2次了呀。对，以防各位忘记了我们聊过什么，我还是不厌其烦的讲多一遍吧。宁梦在莫的婴儿时期的噩梦里扮演的，很大概率就是第1集将莫拉入 Z 润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会是谁呢？很难猜，主要是这种事情只有我们这种不断偷细节的人才有可能先排出来。对，包括我们有这么多个脑子集思广益，排不出来才是不正常的好吗？对啊。回到正题哈，不管是 Zero 在和莫做亲子互动也好，玩间谍过家家也罢，我们换个视角看待这个事情。正因为 Zero 觉得自己不配，或者是说他怕自己会在和莫接触时露出马脚，才会伪装成摩托车人做了那场美梦。这么一想，各位是不是觉得 Zero 对莫的感情又深了那么几分呢？是。快进到莫确认任务名这段哈，关于对抗暗杀，我其实有在想，他会不会和前2集的任务拯救猫咪一样，出题篇指向的是寻回跑丢的猫咪，解题篇又指向与猫梦魇融合的美浪了呢？看预告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一集的保卫对象是这圈儿，但是下集的保卫对象肯定是 Zero。对，然后到了莫入梦那一段，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评价的？我文化水平比较低，只觉得这整段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质感。上姑内的梦境逻辑是乱，这个乱作为梦境却是非常棒的演出，乱的刚刚好。而且我们也只能够在 Z 看到这样的演出。对，文也好，武也好，它调度的都很好，对，这个是真的。我个人这集最喜欢的镜头是他们变形穿过桌底再穿出镜面的一幕，白的第一，但是用的很巧妙。对，包括后面照镜子那段的编排也很戳我。镜子里和镜子外发生的事情并非互为镜像，是反的，整个逻辑全部反掉了啊！而且他们只有在2个 Z 互殴时才能这么拍，就给我一种他们这段打戏编排已经蓄谋已久了的感觉。同样的替身，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刀啊，这个比喻很到位。因此，我想先跳到后面聊聊秩序形态的打戏设计。相较于首战，我相信这次秩序形态的表现给到观众的震撼力是更为直观的。我为什么会这么来表述呢？只因这次的梦魇能力更多样化，实力也和Z不相上下。在这样的前提下，还比较容易去设计出见招拆招的精彩戏码。一句话总结，我觉得柴崎已经尽力了。那么更具体的评析，若各位感兴趣，就请去回看这期录播吧。那在进入下一组镜头的解读以前，容我先按照惯例考一波正面反馈支持，数据 OK 的话，我也会更有动力更新。换言之，前2期的数据反馈确实没达到我的预期，好吧。另外，招品屋每周都会直播复盘，当做热播特色剧。如果各位追完番后想试着追跟我们的独到解析，欢迎收看我们周日晚8点半后的直播。OK， 快进到 The Lady 和诺克斯的对手戏。这段很有趣的一个设计在于 ，The Lady 边让诺克斯说话注意点，边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某种意义上，这个动作设计和前面 Zero 想拍莫的肩膀是相呼应的。就如果 Zero 当时真的拍了莫的肩膀，莫的反应肯定会比诺克斯还要大。对啊，毕竟莫已经不是 Zero 的下属，对Kodo也属于是 PTSD 了。对的。反观诺克斯，他不仅对铃梦出言不逊，还直接拍掉了 The Lady 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这一举动既表明两人并非上下级，只是合作关系，或者说是在互相利用，也显露出诺克斯对德雷迪的反感已溢于言表。对，然后德雷迪为了找回场子，又阴阳了诺克斯一句，结果诺克斯也不惯着他，又踩了铃梦一脚。就2个人互相踩雷啊，莫名给到了我一种喜感，你懂吧？主要是这个场景看起来特别正经，2个人也演得特别正经，正因为这样才好笑啊。是。关键是诺克斯最后那句回击略显无力，就给我一种他在这场垃圾话对决中败下阵来了的感觉。可即便嘴上输了，我还是要嘴硬，嘴巴是硬硬的，行动是老老实实的。伟大无需多言。OK， 接下来是关于铃梦与西格以及诺克斯的对手戏的解读。我们先来谈谈西格在这一局的行为逻辑。
他试图通过言语诱导，外加展示被监禁的梦魇，想让林梦误以为梦魇的出现和他自身诞生于世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林梦肯定不是始作俑者，西格纯粹就是导果为因，把这个锅强行扣在铃木身上，给他施加精神压力。对，西格非常积极的地方就在于，并没有给予林梦的想法任何回应，且只向林梦乃至观众展示前24集出现过的梦魇。换言之，上面囚禁的大多数梦魇，或许是我们见都没见过的。对，至于为什么画公仔，我不想画出场了。而后，在诺克斯帮助脱困的同时，他也向林梦解释道，那里的梦魇和你没关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梦魇了。在我看来，诺克斯根本没有必要骗林梦、骗观众。那么诸位会怎么理解他说的这段话呢？梦魇很有可能本身是伴随着人的精神活动就存在的东西。梦魇本来就有，只是借着白色梦魇的具象化。对，各位不妨想想婴儿梦魇的造型，看着就像是顶上的蝴蝶，把一只尚未孵化的幼虫从虫卵中强行扒了出来，并将其操控的感觉。以此再要回去西格那边，基于他前2集去整美浪的最终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让莫彻底崩溃，使得潜藏在莫婴儿时期梦里的灾害血腥梦魇得以释放。这点来看，他这次盯上铃梦的目的也是大差不差的。换言之，铃梦的深层心理世界中很大概率也囚禁着某只血腥梦魇。幻影血腥梦魇这是我们在4大血腥梦魇的情报公开后就梳理出来的信息。至于我们判断的依据是，制片人和道具师在第1到3集的复印轨中聊到过，蝴蝶是噩梦的象征，staff 们不会在与此无关的事物中引入蝴蝶元素。对，偏偏幻影血腥梦魇的肩膀上就出现了蝴蝶，因此我们才会猜幻影血腥梦魇的人助力就是铃梦。对，那既然聊到血腥梦魇了，我想再问各位一个问题：西格上次整万金墨失败之后，便把重点转向了铃梦。那么如果这次他整铃梦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的话，你们猜他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The Lady。对，因为 The Lady 很有可能也是人助力之一。我们猜测的依据在于 The Lady 这个角色是与植物深度绑定的，而遗忘血腥梦魇身上就出现了花的元素，不管是肩膀还是他的头部设计。至于惩戒血腥梦魇的人助力又会是谁呢？这个比较难猜，就交给屏幕前各位去想吧。趁着机会，我想再多提一嘴，如果说铃梦会生成婴儿梦魇的真正原因和潜藏在他深层心理世界的幻影血腥梦魇有关，那么某种意义上，诺克斯会这么去回应铃梦，好像也能说得过去。另外，我们在过往的直播中也瞎猜过，幻影血腥梦魇最后很有可能会跑到诺克斯身上，以此来引出假面骑士 Nox 的最终形态。对，但具体是怎样，还是往后看吧。我先把话题要回德雷迪身上哈。实际上，在这集播出过后，德雷迪这个角色的特殊性也成了日区的热议话题之一。不过他们聊起这个事情的契机也比较奇怪，你们猜是什么？彻夜野狼。为了对抗暗杀，莫希望这期间美浪几个都不要睡觉，然后美浪和成华都反驳道，不可能不睡觉的呀。由此网友开始聊起，在科学记录和医学案例中，人类不睡觉的极限是11天。兄弟们，3天不睡，你的猝死概率就一路在往上飙，千万不要不睡觉。对，之前也有分析过，因为德雷迪那个说法比较暧昧，所以他既可以是在生下灵梦之后就没睡觉，也可以是在掳走灵梦之后才开始不睡觉。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能够一直不睡觉，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普通人了，可能早就死了。沼泽人或者幽灵不是经常会有这种设定吗？就是不知道自己死了，或者说忘记自己已经死了也行吧。关于德雷迪已死这个猜测，我们在他登场后不久就有讨论过，只因和他产生关联的花都与死亡有关。不过先前我是推翻了这个设想的，结果现在随着剧情播出又不好说了。另外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就是西格之前将给诺克斯安上驱动器的人称之为现实中的大列嘎酱，可实际上西格和前扣的 No.2 是相互认识的。包括我们现阶段也默认西格一直在 OLO 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大雷嘎酱是谁吗？害人明白装糊涂。还有一个方向，西格是觉得现在的 Lady 并不是原来的2号，也有可能是西格大概猜到了 The Lady 是什么情况，只不过他不知道遗忘血腥梦魇的名字，才会这么称呼 The Lady。毕竟各位也要考虑到，西格是连灾厄和惩戒梦胶囊，或者说是2号血腥梦魇都能喊卡他酱、帕你酱的人。如果 Lady 是梦魇，他能够使用胶囊的印证也在这集出现了。梦魇是可以用胶囊的。好。顺着这个话题，我想再细聊一下 The Lady 与铃梦的对手戏中，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分镜。但在发表我自己的想法以前，我想先听一下各位对这个镜头的理解。
我认为要考虑他表面那个身份，偶像给我们的感觉形态是土偶。那一开始土偶，但是我们拿现代的说法去看偶像，是不是提拉提拉的感觉？对，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偶像是不会拉屎的，但现在他给你一种破碎、狼狈的感觉，然后跟他自己算是亲生的母亲隔了一堵玻璃墙，互相触碰不到对方。对，明明两人或者说梦境与现实之间只有一门之隔，但林梦就是无法抵达现实。对，这种事情对于门两侧的母女来说都是折磨。要知道林梦这集对 The Lady 说的那些话其实还蛮伤人的。对啊，就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但如果我是 The Lady 听到你说这些，我的心会更痛吧。既要照顾女儿的情绪，又要承受女儿对自己的不解，事后还得自行消化，好痛啊，真的好痛啊，太痛了。而站在我的视角呢，林梦生而为人是无辜的，但不可否认她生来便带的原罪，且在这场梦境与现实的拉锯战中，她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而这一切恰恰通过她那双沾满泥泞的手得以具现化，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分镜的原因。不过话又说回来，林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花瓶角色，她的坚强果敢在她初次知晓梦魇是因她的深层心理世界而诞生时便已展露无遗。是，那相信在得知了自身的秘密以及梦魇的本质过后，她依然能坚强地走出来，身体力行，进而让莫得以走出困境。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美亮的调解就是了。对，那在进入本期的重头戏以前，我想再插句题外话，能坚持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层的特色受众了。以往我是从不会喊各位订阅我的，但再三思考过后，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对这个账号真正想要吸引的受众主动一回，毕竟后续我还将更新更多优质的特色解析影片，那肯定是不希望各位因为忘记了订阅而错过彼此的好吧。要我们把故事线拨回摘要形态 vs 梦魇那段，如果单看特效的表现形式，莫能够发现 Zero 的秘密是因为摘要形态的破坏力大得将 Zero 的心之壁给摧毁了，但这其中实则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暗线走向。对，他是希望把自己是7号爹这件事情永远的藏在心里啊。第二种 Zero 就等着莫打破他的心之壁，从而暴露他俩的关系。换言之，这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对，那不知道屏幕前各位倾向于是哪种走向呢？我们直接快进到小莫对 Zero 动手动脚那段，这里 Zero 的反应各位是怎么理解的？想想你的亲生儿子叫你叔叔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哦，我反而想到的是理性告诉 Zero 自己不应该和小莫有所接触，但小莫却主动接触了自己，他才会做出了这种诧异的表情。哦，也正因为小莫迈出了那一步，才给到了 Zero 勇气去将他拖上了摩托车，就是感性发力了，知道吧？对啊，而这段最棒的处理，除了那个用小莫主观视角的运镜之外，还有这里Zero 在与莫对话结束后，已经准备转身走了，可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然后才接着他忍不住拍照片留念的镜头。就如果少了中间这一小段，那个力度便会差一丢丢。就是老父亲的情难致敬啊！而且如果说他单纯只是想让巴可看摩托车，他其实可以不出来的，躲在一旁远远的看也可以，偷拍也可以，但他还是没忍住自己走出来。就甚至有可能一开始他都没打算让莫见到自己的。但老父亲的感性终究还是战胜了理性。对，看了这一切发生的万金爸也很识趣的走远了些，给了青爷俩一个独处的空间。不过有一说一，单单是他离开时的那个表情的演绎，就算他最后没有略带不悦的对 Zero 说一声 Deva， 观众应该都能感受到万金爸对小莫的爱有多深了。是啊，而这也与开头莫去击败他时的表现形成了一种后应前呼啊。那关于万金爸与 Zero 之间有一点距离是没说死的，就是 Zero 有没有给万金爸透露过莫是自己的儿子。我个人而言倾向于没透露过，但哪怕 Zero 没透露过，万金爸也早就猜到 Zero 和莫的关系了。太明显了。你想嘛，莫这么大的时候，美浪都这么大了，万金父已经真的为人父母了，亲生的那种，他肯定是 get 到一点东西的嘛。对，所以这个秘密更像是 Zero 和万金爸之间心照不宣的一件事了。是啊，紧接着我们来聊聊莫为什么帮助别人就会遭遇噩梦般的意外这件事。那么透过这集的剧情发展，我们总算能初步判断莫所谓的特殊体质是由 Zero 的噩梦所致。那我为什么没有完全把话说死呢？只因给予观众这个提示的是富士见小五郎以及推理能力进步空间很大的万金莫。准确来说是慢一拍。首先确认一点，就是这一集对于莫的推测 Zero 是全程没有任何发言和肯定。对，别的先不说，莫系列段把自己遭受暗箱事件的缘由归咎于 Zero 害怕戒指无法完成的深层心理，
当然这点就已经完全跑偏了。对啊，哪怕不看下集，我认为 Zero 会做这些噩梦的底层逻辑，只能是害怕自己的儿子遭受危险啊。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 Zero 的梦魇，即他所害怕的事物的具现化，正是这子的样子。是啊，所以他内心里其实不希望借此完成吗？我认为是的。我很好奇的是，他为什么帮人的时候就会遭受到这种倒霉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帮助别人等于像特工一样行动吧，而特工本就游走于生死边缘，很符合他害怕儿子遭遇危险的底层逻辑啊。以此我也想先脑补一下，各位不妨等最新一集或者接下来的3集播出过后，再去验证下我的猜测能不能中。莫第一次遭受噩梦般的意外是被雷劈，而在那之前他刚刚进行完梦境学习。在我们过往的认知中，这是因为他通过梦境学习习得了做明星梦的能力，使得潜藏在他深层心理世界的灾厄血腥梦魇开始发力了。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蹊跷的地方就在于莫婴儿时期的梦里的心灵之门一扇都没有被打开，这有违了过往的噩梦成真规律。哦对，且不说莫当时根本就没在睡觉，又怎么能让噩梦成真呢？除非做梦者另有其人。如此看来，这个另有其人也只能是 Zero 了。现在看回来，当时的情况更像是那几天一直在打雷下雨，使得 Zero 害怕莫在回家路上遭遇不测，结果噩梦反而成真了。而我相信莫被鲨鱼咬，被陨石砸的原理也是类似的。换言之，我们过往一直在误会灾厄血腥梦魇。卡达酱直呼：“你们不要老是把锅甩到我头上啊！”不得不说，这种随着新情报释出，逐渐推翻观众过往认知的展开，还是挺戳我的。远了不说，第29集洛克斯揭晓万金美浪不是莫的亲妹妹时，我们不也在聊你万金莫前面10几年的人生算怎么回事？对，说到底，莫每集开头都说一句“我雷哇有了这 bug”， 但他到底是不是有了这 bug 都成疑了。对，直到第30集播出，我们才又松了一口气，只因他就是有了这 bug。美浪也不是在几年前才突然成为你妹妹的特工，而是为了继续做你的妹妹不得不成为的特工。对，虽然我不清楚创作者们在构思这些剧情时是否预料到观众会想到这一层，但我们想到了这一层的观众也着实从中收获了乐趣。对，另外我也在想，Zero 明知道莫遭遇这些暗箱事件全因自己的噩梦，却始终没有设法解决自己的梦魇，那么他是真的没法阻止自己的噩梦成真呢，还是说这是他的刻意为之呢？这就只能下回分解了。上述内容其实还有2个值得探讨的点，即莫婴儿时期的噩梦中为何存在着如此多的心灵之门，以及莫为何遭受了这么多次要命的暗箱事件，最后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便再长篇大论了。总而言之，这是妈妈的爱。具体为什么呢？各位要么看看第33到34集会不会解释心灵之门是怎么来的，要么就等等我的 OP2 印象解析吧。如果剧里先讲了，我也好等验证完自己1个月前有关这部分的猜想能中多少，再与各位分享。哪怕剧里只是稍微透了点风，我也好给自己的猜想多找几个旁证嘛。回到正题，关于本集最后的父子对峙，我想再多提一句，Zero的秘密主义一直让自己的儿子受苦，这是不争的事实。莫在不了解事件全貌的情况下，一味的责怪自己的父亲，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在我看来，Zero有义务承受儿子的怒火，可莫也有必要了解父亲的苦衷，再做定夺。看他怎么理解吧。因为有些人确实很传统的认为，你尽到父亲的义务呢，就是要陪在自己孩子身边。但如果是这种注定不平凡的设定的话，为了达成某些目的去压抑自己的感情，角色做出了这种选择，其实觉悟本身我们是不该去否定的。对，而有别于本集结尾，莫在下集与 Zero 交涉时走上了 Zero 所在的层级。那在我看来，与其将此理解成我和你之间是平等的，用我想与你心平气和的交涉来理解会更为妥当。对，至于这场交涉的结果，大抵将以莫逐渐理解了父亲的用意告终，而这也能顺理成章的导向之后的剧情，即 Z 与杰罗拉的久违的并肩作战。换言之，那个我们熟悉的摩托车人很有可能会在下集回归但我猜在这之后，即下集的结尾，Zero 可能也离死不远了。回收 OP 被3号捅的时候，从背后放冷枪是吧？对，我本心肯定是不想 Zero 就这么死了的，我也希望自己被狠狠的打脸。但各位要考虑到，我们在第25集之后看到的现实，也可能只是梦境的情况下，哪怕 Zero 真的领了便当，也不等同于他就真的死了呀。我是觉得他至少要在莫面前表现出他真的死了。对，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发展的话，
那么他死在墨面前，很有可能也在他的计划之中。这么变态。就如果他真的算到了这种份上的话，才能够体现出他作为0号特工的含金量吧。讲到这里，我也总算能将本集开头某个细节的解读给聊干净了。J 罗再去调研万金家父母，或者说与墨会面时，是并没有像过往剧情那样戴着专属手套的。如果仅按前面聊的来理解，这是为了体现出他是以私人身份前来，可偏偏他手上就戴着象征着 Number Zero 的戒指。因此，我们不妨再过度解读一下，除了以私人身份，他更是以特工身份前来，对呀，为的是执行或许只有自己和诺克斯才知晓的秘密任务。那不知道这能不能成为近2集的发展都在他计划之中的旁证呢？再说吧。可以。平时有看开直播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在第2章开幕以后，J 楼的股价是在一路暴跌的。那我相信随着后续剧情的播出，J 楼的股价会开始触底反弹，从一个领导无方、牺牲自己儿子幸福的老害，摇身一变成为观众纷纷要向其写道歉信的 J 罗大人。假面骑士历史上最好的爹是吧？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还真有可能。当然哈，我肯定是不用写道歉信的，因为我很早期就看出这号人物身上的猫腻了。话虽如此，我看出他有猫腻，并不等同于我已看透他身为0号特工的含金量有多高。众所周知，自第2章开幕起，我都倾向于第1到24集并非墨的预知梦。当然，有坚持看到上期结尾的观众应该还记得，我的立场本身并没有多坚定。可在上周下播过后，我们实质还探讨过另一种足以撼动这种想法的可能性。无论第1到14集是墨的预知梦或者真实经历，诸如梦结局会使得角色塑造和剧情一瞬间化为乌有，诺克斯所造成的事态，以及第24集的展开已无法挽回。墨的预知梦怎么会梦到过往没见过的人？第26集墨为什么能开上帝视角？美浪与 Zero 有过接触，为何墨不知晓等问题都不能简单的给圆过去。但如果说墨的预知梦的梦主并非墨，而是 Zero 的话，那就完全不同了。以防有观众还没理解我在说什么，我来讲的简单一点。结论而言 ，Zero 从墨撞车之后，便让其进入了自己的梦里，并在此期间将其培育成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特工。那么在 Zero 的剧本中，第1章会以墨因违抗组织命令而被枪决落幕。至于第2章，则会以墨不让预知梦成真开始。不得不说，相较于我上期的猜测，只要第1到24集的梦主是 Zero， 那便无需再去纠结第24集之后是不是我们都不知何意的联机梦境，以及谁是这场联机梦境中的 NPC 等问题，并相对简单直接的去解释上述疑问。且更为关键的是，这样更能体现出 Zero 对墨的爱究竟有多深。但核心问题还是在于，第24集之后，墨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醒过来？只因我上期结尾提出的墨在车祸的第2天便能跑能跳，以及第25集他在回家过程中出现的时间跳跃，这个根本无法通过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给解释的问题，依旧无法以节目组的制作失误就给忽悠过去。可谜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能等下回分解了。尽管如此，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随着新情报释出逐渐推翻观众过往认知的展开，还是挺戳我的。事实上，在这集播出以前，我甚至不可能会想到还存在着 Zero 是墨的预知梦的梦主这种可能性，而这或许才是高桥老师上周六在 X 发了条第0集的原因。当然，不管是不是第0集联机梦境，我更希望后续的剧情展开能给出一个观众们直呼啊我被骗了，而不是怒斥我被耍了的答案。至于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相信了。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 Z 近期发展的全部解读。非常感谢能坚持看到最后的观众，但愿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可以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而各位若是能将自己的想法反馈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了。祝好梦，拜拜，再见。